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是拆解这个120瓦的小布丁。拆解之前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用这个米家的私有协议是可以拉出90多瓦的大功率。现在启动的是20伏的档位，我们从3安的电流开始起步，现在的功率是59瓦，我们加电流，现在是78瓦，100瓦的功率是拉不上去的，我们就用20伏，现在已经拉到93瓦的功率，我们再加一点电流，现在是95瓦，4.9了，加到5安它就会直接拉熄火了。这个充电器虽然可以拉到那么高的功率，但是连自己家的设备它的兼容性都是这么差的话，这个充电器设计是失败的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先拆解这根数据线，然后再来拆解这个充电器。这一根数据线测试数据在咱们前面一个评测视频里面，有需要的可以翻我们前面一个视频去看。我们直接把这个胶套全部剪掉，剪掉外面的塑料皮，可以看到数据线内部都是有钢套进行保护的。数据线内部大量的灌有胶，我们清理掉这上面的胶，就可以看到这内部这一颗6角的 eMark 芯片。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个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3216BA， 这个芯片没有查到资料，应该是小米公司一个定制的芯片。然后数据线的焊接处打有红色的耐高温的胶水，防止这个焊点脱焊。我们切开这个数据线，这个数据线的横截面大家看一下，线芯的话还是可以的。这是屏蔽网的第一层铜丝，这种是镀锡线的铜丝，捋开这里面还有一层镀锡线的铜丝，2层做成一个屏蔽网。这个是铝箔的屏蔽层，这个是数据线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，这是4根数据传输线缆，这是4根电流传输线缆，红色为正极，白色为负极。4根数据线缆内部一样的都有抗拉纤维，4根电流传输线缆内部一样的也有抗拉纤维。这就是小米的240瓦 C2C 的数据线，做工怎么样？大家来评判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拆这一个120瓦的氮化镓小布丁。充电器的接缝是在这个插口这里，这一面的话是一体成型的一个前壳，我们把这里切开，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直接撬开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里面全部都灌满了胶，这里面散热胶填的太多了，我们只有把这里切开，费了9牛2虎之力啊，终于把它弄开了。这里是220伏的触点部分，我们把这上面的胶清理一下，还要放电。这小小的充电器，我们都清理了这么多灌风进气的散热胶出来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壳体内部，这里是贴有石墨散热贴来进行加强散热。充电器这一面有散热的钢板，内部还有麦拉片进行绝缘处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散热钢片，采用的一个 QR 反击的一种架构来进行功率输出。这种架构天生的缺陷就是不能够超过100瓦的功率，如果需要大功率的话，必须要加上 PFC 功率校正因素电路，才可以实现超过100瓦的功率输出。诱骗出来的95瓦的功率，它是私有协议的，因为应用到小米的私有协议里面，它的峰值功率95瓦的话，最多也就是几分钟时间，过了过后它就会降为65瓦左右的功率，甚至比65瓦更低，这就是私有协议，它只需要几分钟的大功率。所以说这样的架构的话，用在这种私有协议上，它标称120瓦也是情有可原的啊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元器件全部都取下来。取下来之前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器的主板。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2片主板，呈 L 型叠在一起的。这一边是充电器的初级部分，这一边是充电器的次级部分。然后我们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。
输入端黑色方块形保险丝，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专业生产保护类元器件的公司苏州华德电子，规格是 3.15 安，耐压250伏，属于华德2020系列超小型保险丝。2颗适应 3D7 的绿色 NTC 抗浪涌热敏电阻，用来防止插电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。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供膜电感，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 EMI 杂波。电感外面用黑色的热缩管进行包裹，内部灌满了黑胶，并且底部用电幕进行固定。供膜电感的旁边2颗适应 RM 的顺态抑制2极管，跟供膜电感并联使用，增强电路抗干扰能力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。灰色的安规 X2 电容，来自成立于1995年中国电子元器件百强企业汕头松田电子。这个安规电容的规格是 0.1 微法，耐压275伏。4颗适应 RS4MBF 的2极管组成整流电路，负责将220伏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。这一颗是一个磁环电感，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，跟供膜电感一样被灌满了胶。电感底部有塑料支架进行固定。3颗高压滤波电极电容，来自1984年成立，以研发、制造、销售铝电容为核心的企业香港东家电子。这3颗电容的规格是22微法和33微法，耐压的话都是400伏，总容量88微法，属于东家电子 KZM 系列耐高温引线式电解电容。3颗 MLCC 堆积片式陶瓷电容，这一面2颗，背面这里还有1颗，负责给主控芯片进行供电。充电器的主控芯片思域型号 JW1565J， 来自以虚拟 IDM 为主要经营模式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浙江杭州捷华特微电子。这是一颗集成氮化镓器件的隔离离线反击式 PWM 变换器，具备准谐振 QR 工作模式，支持最高120瓦功率，内置耐压700伏165毫欧的氮化镓功率管，并利用本身变频特性来提高 EMI 性能。内部设置最大频率限制，以克服 QR 反击的固有缺点，支持 X 电容放电，适用于 PDQC 的宽 VDD 电压范围，具备完善的保护电路，确保适配器安全可靠。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，外部有塑料框架进行保护，这个框架同时也可以作为初级、次级的一个隔离的作用。内部有铜箔进行加强散热，外部用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。这边是初级的绕组端，这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绕组。贴片式的陶瓷外电容，这个充电器一共用了3颗，这里有1颗，这里有1颗，然后背面这里还有1颗。3颗安规电容并联使用，提高安规等级，用于充电器输出抗干扰。来自成立于2014年，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研发、生产及销售的公司四川特瑞祥科技。这2颗适应 Y1101K 100匹法，耐压400伏。另外1颗适应型号 Y1151K 150匹法，耐压400伏。用于调节反馈输出电压的光电耦合器，思域型号 V1008， 来自成立于1975年的全球领先的光电元器件供应商台湾光宝集团。这颗光耦属于光宝 LTV10XX 系列光电耦合器。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，次级滤波固态电容2颗，外部贴有耐高温胶带进行绝缘保护。一样的来自香港的东家电子，规格是680微法，耐压25伏，属于东家 KW 系列高文波电流低阻抗固态电容。这一颗六角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，适应型号 JW-J9J， 实际型号 JW7726BL， 跟主供芯片一样，来自杭州捷华特微电子。这是一颗用于有源前位反击和 CCM、QR、DCM 反击等隔离拓扑电流的2次侧整流 IC。与传统的肖特级2极管整流器相比，通过驱动外部的 NMOS 开关管，可以显著提高效率。次级同步整流开关管，思域型号 VS003N10H， 来自成立于2012年，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的公司深圳微造半导体，规格是耐压100伏，内部的导阻 3.4 毫欧。这个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和销售的公司
深圳英吉星科技。这是一款小米公司的定制的协议芯片，没有对外公开的资料。这一颗是输出 V-Bus 开关管，思翼型号 D50N03HL， 来自成立于2007年以功率半导体器件为产业基础的重庆平伟电子。这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30伏，内部的导阻4毫欧。这一颗白色的 R005 电阻为这个充电器的电流取样电阻，旁边这一颗 MLCC 用于 Type-C 口的输出滤波，4颗思印 18W 的7拉二极管用于充电器的防静电保护，旁边一颗思印 RM 的顺态抑制二极管用于保护内部芯片免受浪涌电流的冲击。这个是充电器的 USB-C 连接器，上面有厂家的钢印，内部舌片的细节光滑细腻，没有毛刺，做工还是比较好的。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，充电器的前盖壳体贴有石墨散热贴，并且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。用于隔离电容用的一个白色的塑料隔离片，一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。这个小米的小布丁120瓦氮化镓充电器，经过评测和拆解，这个充电器对自己家的设备兼容性都这样的不好，应该是协议芯片内部数据配置的问题，希望小米公司后续可以修复。这个充电器整体用料中规中矩，个人认为不如前代的67瓦。温波控制受制于个头的原因，表现还算是不错的。温度控制高功率表现一般，出现高温降频。价格的话，199的价格确实不便宜，大家慎重考虑吧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